解放军战机飞越所谓的台军禁航区，这个新年问候含义很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以来，解放军就以实际行动突破了两岸之间基于9·2共识所形成的默契，也就是台湾海峡中线。在拜登签署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后，解放军又针对美台勾连，在台湾岛周边进行了大规模演训。时间进入2023年元旦，解放军再次出动战机，给海峡对面的台军送上了新年问候。飞越台湾岛北部位于中线东侧的台军设划的所谓禁航区。据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发布的消息，解放军在2天时间内共有15架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及延伸线，进入其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西南部分。4架次的歼10以及4架次的歼16，在越过海峡中线后，飞往台湾岛北部桃园、新竹外海空域。由于逼近的位置非常敏感，台空军出动战斗机紧急升空。爱国的导弹基地和天宫导弹基地也紧急实施战备。台军方对比资料后确认，解放军的军机不仅深入到了海峡中线台湾岛的一侧，甚至还有军机飞往淡水河口外海空域。淡水河口距离台北市非常近，被认为是解放军未来可能登陆的理想地点，或者说是实施斩首作战的敏感区域。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这个新年问候变成常态，也就是解放军军机不只是过了台海中线，而且会进一步逼近台军划设的禁航区。台军在海峡东侧共划设了4个训练用禁航区，过去经常进行实战打靶等演训活动，是双方海峡中线默契的重要支撑。现在的问题是，台湾岛内的学者为何会对解放军作战飞机的这次活动感到如此焦虑呢？首先，此举证明解放军不会满足于突破所谓的海峡中线，可能还会进一步逼近台湾岛12海里外的范围。一旦这种情况变成常态，将极大地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要注意，常态化改变台海现状，可能才是台军方最害怕的。其次，解放军此举最大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压缩了台军的防御纵深。台湾岛原本就是一个没有战略纵深的孤岛，除了沿岸城市群以外，后面就是中央山脉。台军过去非常依赖海峡中线的默契为其提供反应时间，一旦战斗机过了中线，留给台军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而当解放军的军机开始逼近台岛24海里之时，台军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和反抗的能力。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甚至把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岛12海里上空看成是发动第一击，也就是等于解放军先开火了，甚至不惜让台军开火反击。其表达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保证台军防空部队有拦截的机会。现在看来，这个机会正在丧失。最后，解放军在2023年一开年就展开这样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向对岸放出军事施压不会减少的信号，政治意义非常明显。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美国正在推动台军发展非对称作战力量，也就是落实所谓的刺猬化、豪猪化战略。对此，白宫正在加紧对台军援军售。美国新任的众议院议长今年还有可能会窜台，这些都将为两岸发生军事危机埋下伏笔。在新年到来之际，解放军的行动实际上是在向对岸表达和展示反台独的决心和能力，也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下一次台海危机的到来。台湾地区当局未来只能在焦虑中度日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